哎，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这下你不能再人多欺负我们人少了吧？啊切！和这小子废什么话？先扒了他的衣服，也让他凉快凉快。切！你给我闪开点！打喷嚏别对着人，有点素质好不啦？唉，真不想和这几个家伙浪费时间。算了，正好试试看我刚领悟的战斗方法。头儿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对对，也把他打成重感冒。先强化体表分解场，再配合出人意料的攻击，应该能一击就干掉这个花菜一样的家伙。近看这条裤子更扎眼。你这在做什么？你们给我闭嘴！这位是打败了古斯塔夫军团长的大哥大，还不给我来跪下！是头儿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大哥大，我们希望能跟随您左右，成为您的左膀右臂，一起干一番大事业。哎，被我做大哥？不是大哥，是大哥大。您是打败了古斯塔夫的强者，请务必让我们跟随您。之前的那些钱就当做给大哥大的见面礼。如果还有需要，小弟我们负责去弄。这帮混子，这个时候提钱是为了堵我的口吗？大哥大，您想想，让我们跟着您，对您又没什么损失，而且有我们3个地头蛇，再加上大哥大的强大能力，不要说在切尔姆城，说不定整个第2空间以后都可以横着走。第一次有人叫我大哥，但我为什么开心不起来呢？这3个家伙真是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啊！你们3个叫什么名字？分解能力是什么？他们一个叫查理罗，另一个是哈瑞布，黑道花名光焰萝卜，也可以反过来叫眼光菠萝，都是他俩。天哪，这种起名字和外号的品味真是又弱又土气。你们2个表演一下拿手绝活，给大哥大欣赏一下。绝活？明白，头儿。分解！这是镭射眼吗？这么强，但你怎么把他杀了？哎，大哥别担心，我的能力只是把自己的视线可视化，没有杀伤力的。那他怎么烧着了？我的能力只是让体温上升1倍，烧着那是我刚才撒了把灵粉。所以你们一个是手电筒，另一个只是暖手壶而已。头儿，大哥大看不起我们。闭嘴！是你们2个确实没用，还敢怪大哥大看不上你们？大哥大在下卡瓦伊，是这个街道的负责人，黑道人称小串串。在下的能力很难单独展示，简单点说就是专拖敌人后腿。只要我靠近分解者，就可以与他产生共振，将他能力的效果或者伤害分散。人越多散得越开，作用也越小，非常逆天。只是分解场小了些，2米以内。1比3，我1米2。你们3个这种分解能力还敢混黑社会，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啊！算了，你们还是在自己这条小街道上称王称霸吧，我可没兴趣和你们组队。大哥大，您别只看我们的能力呀，在切尔姆城混，靠的主要是社会关系。不管大哥大要什么，我们都能帮您弄到。我要麻药，你们能搞到吗？大哥大，吸毒是绝对禁止的。对精神状况本来就不稳定的分解者来说，麻药会直接导致发疯，就算不疯，对身体也不好，而且可能会上瘾。我们坚决反对您使用。谁说我要吸毒？我是有止痛的麻醉剂。麻醉剂这种东西都被切尔姆军团所管制，花钱都买不到。而且大哥大，你想要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的？全身麻醉，越彻底越好。老 K 的制度还是不够严厉，才会让切尔姆城发展到这种规模。让这群垃圾聚在一起，只会更加污染环境。哎，别这么说嘛，没有这些弱者，切
强者的优越感又从何而来呢？你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啊？决裁者索顿阁下。相对于优越感，我更喜欢清除垃圾以后的满足感。不过，你连我喝咖啡喜欢放2粒半糖这种小事都知道吗 ，Fred？ 了解客户是我们这一行最基本的职业素养，更何况你们这样的大客户。客套话到此为止吧。有些事我想和你先沟通一下，虽然与我这次的工作不相干。请您直说。我的同僚扭曲在赫莫拉塔城被人袭击了，而他是但丁大人派去与你接头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线索。扭曲？我听说是个大美人儿，可惜我在赫莫拉塔城无缘与他相见。这件事我已经和但丁大人直接汇报过，不然我们的病毒交易早就完成了。可是根据我对扭曲的了解，他在执行任务之前，通常都会核实对方的合作诚意，所以没道理在没和你接上头的情况下单独行动。而我另一个同僚在白海突击者制造所找到扭曲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死，只是脑波混乱，陷入深度昏迷，但身上也没有伤痕。我听说你在大变革之前是个心理学专家，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，Dr. Friedrich。索顿阁下，您的这个玩笑开得可有点大了。要知道，心理学更大程度上不过是理论学科，用于分析研究人的知觉、认知、情绪、人格和行为等等。即使应用心理学，也不过是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预测和引导而已。以扭曲小姐的分解能力，您觉得有哪个心理学家能用理论和分析就让她陷入深度昏迷呢？哼，我可是个连分解厂都没有的普通人。Fred， 你不是说没见过扭曲吗？你怎么知道他的分解能力？我也没见过您啊，但我知道您的能力是震动热能操控，而且喝咖啡要加2粒半糖。索顿阁下，我个人建议这种问题您不应该找心理医生咨询，找脑科医生才是对症下药。有些道理。不过我以为你的消息这么灵通，应该能提供一些线索。现在看来，只能等扭曲醒过来才能真相大白了。我真心希望以后有机会能一睹扭曲小姐的芳容。还有件事情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想找你求证一下。哦，我听说老 K 似乎拿到了病毒的疫苗，正在想办法量产。你对这个消息有何看法？索顿阁下的情报渠道真是惊人，看来我应该是有竞争对手了。没错，老 K 确实拿到了蓝色的那一管。哦，这么说你也承认现在病毒毫无价值了？那既然有了疫苗，病毒的价值确实没那么高。不过你们似乎不太了解白昼女王。这话怎么说？白昼女王是个疑心病很重的女人，甚至还有些被害妄想症。除了自己和哈登，她不信任任何人。这和病毒有什么关系？所以白昼女王的东西不能用常理和颜色来判断。老 K 拿的蓝色那管是病毒，而我手上这管红色的才是疫苗。如果不出所料的话，在切尔姆城大战前，铁翼联盟的士兵就会接种疫苗，并且导致病毒爆发而两败俱伤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但丁大人持有真正疫苗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就可以兵不血刃地铲除铁翼联盟和切尔姆城，并成为分解者联盟的救世主呢？那你就把疫苗交给我吧，我会去证实你的说法，然后呈递给但丁大人。很抱歉，索顿阁下，这样做不合规矩。我和你之间是另一桩交易，病毒我只能交给扭曲小姐或者面城但丁大人。作为决裁者，您应该能够理解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
那么把那个人的地址告诉我吧。索顿大人，这次我不要分解者联盟的钱，请用第一空间的联邦政府货币支付，收款账户在名片的背面。Freednik， 你确实有点让人琢磨不透，和你打交道让人不太放心呐。可能是您对出卖情报的家伙印象不好吧？其实商人也不都是唯利是图的。哦，另外，记得代我向但丁大人问好啊！还有，请标注捐款人是一个普通人。这次，我是不是真的有些太着急了？克里曼长官，今天我邀请各位来的目的是正式缔结合作盟约，但有些丑话要先说在前面。不必客气，请你直说。这位小姑娘之前的说辞虽然动听，但我很明白，你们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找我们结盟的。蒂夫人，我们……你不用解释，即使这样，切尔姆城也会接纳你们。所有反对铁翼联盟的人，不管是分解者、TUP 还是普通人，我们都会欢迎。这也是切尔姆城能发展到这个规模的原因。但是克里曼长官，你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帮助切尔姆佣兵团升级作战装备，而且3日内必须完成。3日内，这有些太仓促了吧？不要说生产，只是学会如何使用，可能都不止3日。你只有3天的时间。我得到线报，铁翼联盟的军队再有1日就将集结完毕，而整个分解者联盟的军队3日内会彻底包围切尔姆城。科尔，我们能提供的装备有多少？只靠我一个人24小时不睡也不可能武装一支军队。这个你放心，你只要负责提供武器装备的原型和图纸，切尔姆城所有的军工厂和民用设施都会全力生产。我们的制造能力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。那么科尔，你负责提供 TUP 的武器原型和设计图，我卡米尔、格瑞斯、罗德尼负责指导切尔姆佣兵团学习武器装备的使用方法。克里曼长官，指导士兵这种事就让特战队员去做就好了。我需要你留在本部，和我一起制作针对铁翼联盟的作战策略。毕竟与那些大变革之前的分解者较量，你才是行家。明白，蒂夫人，我会针对分解者联盟制定出最佳作战方案。非常感谢您的全面配合，不过我们只需要针对铁翼联盟就好。另外，今天来的人里面好像没看见凯伦小朋友。蒂夫人，关于凯伦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凯伦正在积极备战，3天的准备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另外，不死者修不太喜欢这种人多的场合，也不爱听人指挥。但3日后与老 K 的决战，他一定到场。不过，他说不会直接与老 K 交手，你应该能理解，毕竟他们也算是同生共死过。哼，那正好。我本来还担心他提出这个要求。我其实有些个人恩怨要和老 K 单独解决。你确定凯伦会参战？那当然。很好，我也认为凯伦参战会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助力。他和古斯塔夫军团长配合，说不定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剩下的都交给你去安排吧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属下明白。你们也一起去吧，尽全力配合。是，长官。卡米尔，你们自己小心，不能放松警惕。有什么情况随机应变。记住，你们真正的任务是打通空间壁。明白的，教官。既然促成了结盟，那么我也算功德圆满。在下先告辞了。等一下 ，Freednik。哎，蒂夫人，还有什么指教吗？指教不敢当，我只是想求教罢了。不管你之前的雇主是谁，在我们和老 K 分出胜负前，希望你能作为我方的顾问参谋，留在切尔姆城，佣金随你开。
蒂夫人果然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不但把我扣下作为人质，也准备软禁弗雷德。即使他不出力帮忙，至少这段时间也不会出去捣乱。蒂夫人，您的这个请求就是逼我选边站队呀。我可是个很中立的商人。Fredenick， 你单凭几句话就加速了我们与老 K 的战争进程，我的这点请求并不过分，而且我认为克里曼长官一定同意我的看法。弗雷德，我也希望你能留下来，提供一些信息上的支援。你只要不直接参与作战，仍然是中立的。看来是盛情难却了。不过先说好，我只提供信息，对于作战部署，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。那当然，两位很有风度的绅士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你这样恩将仇报不好吧？这个时候拖我下水，我可是救过你的命啊！我现在也是在救你，如果你执意要走，估计没法活着跨出这个大门。你这哪是救我？到时候不死者休找上门来，我死得更惨。话说，这条狗你收养了啊？我没打算养它，它只是自己要跟着。虽然又老又丑，但还挺傲娇的，根本不理人呢。别打岔了，我问你，凯伦到底去了哪里？凯伦已经脱离 TUP 了，去哪里是他的自由。而且你不觉得这种情况下，外面还有个没被蒂夫人掌控的外援是件好事吗？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当然是去切尔姆城唯一有可能搞到麻醉剂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这类人的天堂。是啊，大哥大，到了你就知道，我们算是可厉害的分解者了。分解事件之无责任强行解释。第9课，搅屎罐。上一集我们采访已经死透了的亚瑟博士，基本是什么有用的情报都没有得到。喂！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口中的搅屎棍 Fredenick。尼克先生你好。说话就说话嘛，握什么手呢？我们又不是很熟，在证据里我都没有见过你。可恶，真是个讨厌的家伙！难怪海莉夫人会选择亚瑟博士，虽然他也挺烦人。我听到了，喂！你这个家伙会不会聊天？给我一觉睡到大结局吧。这下清静了。其实像我这样重要的角色来小剧场，根本就不需要主持人。嘿。怎么还有一个？被发现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嘿嘿，那么现在就是我的个人秀时间。首先，我来评价一下自己在整个第2季的表现。我给自己的打分是9.9分。不是满分的原因呢，其实和扭曲小姐姐有关系。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我只是毁掉了她的脑子，而没有最终动手杀了她，可能会是我一个小小的败笔。要扣0.1分。其余的嘛，我个人感觉是几乎完美。嘿，屁嘞！不要脸。另外，由于我掌控的信息实在太多，不方便在小剧场透露，而且通常我这种角色一旦把秘密都说完了，差不多也该是领便当的时候。我可不想最后和欧文那个呆子埋在一个坑里。干嘛？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另外，通过我在11和12话的表现，相信大家对我个人能力应该也有了一些猜测。必须承认，除了催眠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。克里曼曾经在第1话就问过，不过他选错了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他问我凭什么能从牧师和无知者手中把他救出来，我会回答：没有要问啊。凭我的个人演技和魅力，哈哈。抱歉了，这个小秘密我还是不能说的，因为我真的是个普通人。一旦秘密被人揭穿，随便一个路人都能干掉我。不过别说我不给你线索，这个东西你拿着，如果运气好，它可能会指引你找到正确的问题。
各位观众，正确的问题才是寻找答案的第一步哦。不过千万要小心，别落得和扭曲小姐姐一样的下场。白昼女王好像也无意中说漏了嘴，不过应该没人在意吧？嘿嘿嘿。米诺，可以起来了，他已经走了。